This isn't CGI, this isn't animation, this is real. If you want to enter a night wonderland,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In just 1 second, you forget about the real world. Hey guys! My hometown Sichuan hosts the biggest lantern festival in the world. And this year, I'm taking you with me to see how stunning it really is. Beyond the lights, I'm also gonna show you what else you can do here and a 4-star hotel that I booked for just €10 per person, including a luxury breakfast. Let's go! 到灯会门口啦，首先要经过安检，这个是中国去哪儿都有的。门票差不多20欧元，有点贵，但是绝对值得。门口是2棵不同颜色的树，树上的花很有质感，像真的花一样。刚进门就看到了一群拍视频的，穿着汉服的博主，好漂亮。然后往前走，就看到了这个场景，我感觉我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场地也太大了吧，而且有高有低，能从不同的角度看灯，太震撼了。除了哇之外，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个蓝色女孩好可爱，这里的花都比我高，真正去到那里会发现比视频里还要震撼很多。先给大家看一个全景吧，真的超级大，接下来就是几个小时的徒步，走完整个场地。我真的很激动，可以站在这里看1晚上，太美了，我都不知道应该看哪一个。据说这里面有超过100万个灯，有非常大的，也有很小很精致的，根本看不完。走在这些花的旁边，我感觉我进入到了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因为接下来要运动好几个小时，所以先吃点东西吧。这里面分了很多不同的区域和主题。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中国春节。春节的主题当然是红色，有很多家人团聚，还有吉祥的灯。这个超级大的灯是可以走进去感受的。最酷的是这个，这是今年灯会最重要的主题——木兰。它非常大，一共180米长，在现场看太震撼了。木兰的眼睛会眨，这个马的鼻子还会喷水。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马是重要的主题，而且和历史结合得很好，展示了中国历史上很多有名的马和他们的故事，学到了很多。在这里能看到对面的灯，对面真的像中国古代的天街呀，我好想快点去。但是可能还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那儿。在荷叶灯下散步是什么感觉呢？感觉自己像一条鱼。从荷叶下又走到了蝴蝶下。因为在四川，所以肯定有熊猫的灯，而且熊猫的毛像真的一样，太精致了。这是一个古街的感觉。从这边能看到一个帅哥的背影，等会儿上去看看他是谁。我觉得3个小时根本看不完，太多太多大大小小的灯
和细节了。当然，比我大的花也是会动的。这个花像是小河一样流下来，太美了。从这边能看到刚才的蓝色头发的女孩。我觉得这个灯会我最喜欢的设计就是从不同的地方能看到灯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样子，所以会有不同的感受。回到刚才的那条街，这个古街的主题模仿的是中国古代灯会的样子。自贡的灯会从大概8世纪就开始了，14世纪之后已经是非常大的活动了。现代是从1964年开始举办今天的灯会的。我小时候也去过好几次，每年都是不同的主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总能看到很多中国文化的灯，比如这些是中国古老传说的故事。这边也有一些和现在的游戏相关的灯，前面还有一只眼睛。每年也有一些悬挂的灯，比如说今年的瀑布。这边还有一双动来动去的眼睛。终于走到了我最期待的主题，中国古代传说的主题。这个区域是在全场最高的地方，有一种到了中国的仙山上的感觉。找到刚才的帅哥了，是有名的历史人物大禹。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传说的故事，充满了文化。所以我觉得每个来这里的中国人都不仅仅是看灯，而是在感受文化。这里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我们熟悉、我们喜爱的。走到隧道里面，看到了烟花，很感动。我很喜欢这一个灯，是中国古代乐工的传说。这个也很可爱，卖吃的的店也是灯。这边是最后的区域啦，慢慢的走到了出口，这还有一只小鹿。当然，最后传统的灯笼也不能少。伴随我们回家的是很多奇怪的花和蘑菇，有一种像梦的感觉。颜色都非常的特别。我在想，这些灯是谁设计的？是在梦里梦到的吗？也像是另一个星球。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全景。我觉得今晚肯定睡不着了，太激动了。凌晨12点到酒店了。这是一个当地的4星级酒店，因为是小城市，所以很便宜，一个人才10欧元。我们的房间在25楼，能够俯瞰整个城市。这里的免费酒店早餐也特别棒，有各种各样的炒菜、肉、海鲜，各种各样的蔬菜都有，而且是自助的，可以吃很多不同类型的菜。这边是热菜，旁边是凉菜区。当然，因为在四川，所以会有辣的东西。
凉菜都有这么多选择，太幸福了。也有沙拉。吃饭的环境还行，这边还有很多主食，煮鸡蛋，这个是烧麦，一种点心，当然也有包子了，想吃什么都有。这个是花卷，当然还有一些甜品，粥。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区域，是现做的面或者抄手。你想吃什么就告诉店员，让他给你做。这是他给我做的牛肉面，刚才的菜。这是我最喜欢的沙拉菜，叫冰草，但是没有在欧洲见到过。吃完饭，我们去了灯会博物馆，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灯，学不同灯的历史和特点。比如这些是皇宫里的灯，这个灯里有人和佛。这些是很小的瓷器的灯，好精致。博物馆里还能看到过去的灯会的灯，比如这只孔雀非常大，它的羽毛很亮。鹦鹉灯上也有羽毛。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九龙壁，这个灯展示了北京的有名的景点。古代的墙上有9条龙，而且这个灯会跟随人的地点而变颜色，太神奇了。还有一些废物利用的灯，比如这个是 CD 做的，这个是瓷器做的。灯会之旅就到这儿啦。